让徐老师先说，来。徐老师开始就是不开始。开始的时候我还都在犹豫呢，我说犹豫要不要提醒你们，我说这一季咱们这个你们在说话呀，是不是加快一点节奏？每人每次这个说话不要说太长。你后期剪呗。呵，反正你本来也要兼后期，没关系。因为你有没有觉得，就现在这个世界在变短呢？你像我们这个优酷，他这个有个副总裁啊，就说这个现在长剧的这个完播率啊，不是弃剧，50%就弃剧了，前5集就弃剧了，然后完播率就越来越低。你看那个爱奇艺的那个龚宇。就开那个大会上也讲，你知道我感受到这种增速的这种压力啊，我才最近发现，我看纪录片看电视剧啊，不知不觉的啊，原来是1个半钟头一集，还有1个小时，现在是40几分钟。前2天我看一个纪录片30分钟一集，我一想咱们上季做的那都是2个半钟头，这是不是咱要与时俱短呢？好，徐老师该说话了，现在收钱时间。我见过一个网友的名字叫死过一次了，我就上个月就死过一次了。怎么说？就是你们讲的睡海滩呐，我跑了个大溪地，在海滩上睡觉，然后下水，结果就出事情了。啊？停止呼吸6分钟。我的天啊！溺亡啊！对啊，不是溺，对，差不多溺亡，呸，差不多。我当然坐在这里你就不是发生了什么呢？我就记得2个，第一个呢，它那个水特别清，你分辨不出它到底有多深。看珊瑚啊，你知道他们说这个很漂亮，那个地方，据说是地球上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我没想到，我就真的差1步就到天堂，然后。我那个另外有副眼镜嘛，就被水也打到这下面去。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捡？其实是蛮深的，不应该去捡。第2个念头就是，我就记得清清楚楚一句话：怎么这个海水这么苦啊？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吃了水，然后就没了，没意识了，晕倒是吧？对啊，我不知道。在水中，在水中。那你当时浮潜是带着那些，比如说那种吸氧的，包括氧气。我就带着自己的墨镜，我还没准备，那些东西都戒了，还没准备仔细下去看那个东西了。然后我就那个第2句就很苦啊，这一句以后我就没意识了。再有意识的时候，就是一堆人在我身体上，听到他们用英文说。有呼吸啦，什么什么，这个脉搏有啦，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我非常清醒的想了一句，我说：“别担心，我还活着。”我对自己说，但是我没法说话。6分钟。他们怎么样把你救回来嘛？有一个美国，他一对新婚夫妇，一个男的是克利夫兰的一个什么医院巧着呢巧，这叫老话说命不该绝。他是搞救生的。把我背上来，啊，然后他一群的人，我都有照片，我一会儿这个节目不能放，我一会儿私下给你们看。我们节目一定要放。不能放，为什么？因为牵涉人家私隐啊，因为周围的俊男美女全都穿着比基尼啊。那你怎么会有照片？你晕倒还自拍？有朋友，我一起去的其他的朋友，他在后面，他看他没法来。直接来救你，他就在后面拍你。那是还是心脏的问题吗？当时不知道，当时你想，你有可能是中风，有可能是心脏病发作，但不管怎么样，你是没呼吸了。然后救回来以后，接下来就有个艇到另外一个岛啦，然后坐了一个3个人的小飞机，飞到塔希提的那个法国医院啦，后面这一大堆，我自己没什么感觉，死是真容易哦，就是我的感受最深的就是后来看那些照片，就是那些救我的人，整个这个场面，然后我就是这么一个身体在那个地方，就是在水里没了知觉。对，那没有呛吗？所以他最后一个感觉就是说，为什么海水那么苦？那个其实就是其实就是已经呛到了，然后晕倒了。是谁怎么样就发现了你？我的家人在后面看到。然后他拉不动我。找了那个美国人一圈，还有一对华人的，我现在没办法联络。美国那个倒留了电话，
后来还谢他。还有一对华人的这个医生，还正好是医生哦，他就上来，所以这些我自己都没感受，我就是事后看照片。你知道我的想法是非常世俗的，你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文集也出了8卷，10卷也出了8卷了。这个人啊，消失是太容易了。对，没错。你知道，他这种地方一个人，你六分钟，你10分钟或者12分钟，说不定就没有了。子东，我最关注，听起来有点像那种濒死啊，快要死亡状态。你当时有见到我们吗？好像濒死会见到以前的一些爸妈啦，我好朋友。我看很多文学作品都说，一个人在濒死的时候，生命怎么闪烁、对，有没有一些医生啊，像医生看过电影一样？没有，我记得就这一句话：海水怎么有点苦的？怎么这么苦？我就记得这一句话。等到后来回看照片的时候，才第一个，我还说实在话，我还真的想到自己的文集，就是我的书出差不多了。事后才想，哪天还要做圆桌派呢？谢谢你还能想到我们。子东，我是替你高兴了，真心。那表示什么？他刚说想的，我文集出了差不多，表示他这个人很心安呐。随时假如遭遇意外，我觉得我差不多了，我想做该做的大部分完成了，而不是像我，假如我想象，假如我碰到这种情况，我想到的不是我完成了什么，而是一些恐惧、焦虑。比方说，我可能会想说，我电脑的很多档案还没删掉了嘛，这比较要紧啊。对，万一被我老婆看到怎么办？等等哈。你老婆看到还好办，万一被人民看到了，对，那种非常焦虑的。我也是担心人民看到，因为里面大部分是你。那个真的在里面对很危险的状况，你想到我文集差不多了。等于说白了一句说，随时死而无憾，死而无惧。所以我作为老朋友替你高兴，你可以去了。最后诊断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医院就叫我一直住在那里啊。那个他们说怕第2次溺水，就是晚上重新肺里边什么，总而言之说你有危险。然后这个具体不讲了。你不是，就我比较关键，为什么会突然失去知觉？喝了水了吗？就他有没有定论说当时是中风还是说心肌梗塞？他就是保证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就可以走了，这还不让我走。那个呢，我清醒的建议哈，第一，旅行要买保险。你看，第二，不要独自出行。第二，有困难找领事馆。我真的给那个叫法属波利尼西亚嘛，大基地那个法属南太平洋的那个不知道什么岛，领事馆派人来。你看想到祖国呀，真是这个。他说你不愿意住可以出去，那一晚上$9000多啊！我住哪里一晚上$9000多？医院啊，那里的医院呢，还坐单人的飞机啊，那些都不去讲它了。那你有没有 nothing can complain because 你 almost died， 死掉算了，9000多，死掉算了这个人。但是像您现在有没有一种就是我们说，当时我记得成龙拍那个一个公益宣传片，他说人生没有 take two， 就拍电影才有就拍第2遍。但您现在有没有就人生 take two 的感觉，拍第2遍了？我就发现，如果人就这么过去了真的很轻松，也挺好的。真的就是你看，我这个照片到时候给你们看，全是俊男美女，人家来救你的命，我的大部分的事业完成了，最后也在我的家人的手上。我这种非常可笑的想法，我想，这样要是离开世界，好像。还早啦，你还早。最好还是在世界多看一下。我原来不是跟你们讲过，我在香港被香港医生吓着过一回，我觉得这算类濒死体验吧，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俩同一天生日的那一天，我第一次心脏闹点问题，但是我认为是他给我弄的。他说他查出有心脏病，给我打电话。我说，徐老师，你看咱们俩真是生日同一天。我也觉得心脏有点什么问题。就金汇医院那个医生真把我
就是说推去做那个玩意儿，就那叫什么玩意儿啊？就是做的那种 MRI 对，就是2个在这打针的那种。然后他就是本来可以走过去，然后他说：“哎，不要走，坐轮椅。哦，还不要轮椅，把那个急救床拿来。”我最后就每一项都收钱的是吧？我就这么躺着，然后你知道我有一个电影镜头的画面，就是那个金汇医院通往那个做那个玩意儿的那个通道上，它那个香港那个门是感应式的，咔咔咔，我就觉得就擦就过，因为他当时给我制造的气氛让我觉得我要死了，所以我就说，当你真的意识上觉得真的有可能死亡的时候，我的感觉你知道吗？后脑勺下小了，就是觉得这个后脑就缩，哇，就抽筋，就觉得，我想，哎呀，我当时40多岁，我就躺在床上，咵，我记得我还想到，我说，哎呀，我这辈子，把你生个女朋友的名字快念一遍。那倒没有，我是觉得，哎呀，好像谈过的恋爱少了一点。就是你看，我那一瞬间想到的就是觉得这辈子够不够本儿，有点那么个意思。你想过有没有立遗嘱之类的事儿吗？如果没有立的话，会不会留下很多麻烦？就这些特别具体的、实际的事，会在那瞬间飘过脑海吗？他立了，我每年改一遍，根据我的喜好。每年把遗嘱根据你太太骂你的次数，那就fair 公道嘛。我对那个鲁豫刚说的问题很感兴趣。Take two 生命，比方说你刚碰到那种情况之后，你如何用你后面的时间余生啊？因为最近有一个纪录片很有意思啊，他回顾911，其中有一个被困在现场的女生，当时20来岁。是个普通的文员啊，蛮前线的，就接电话这样哈，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哈。他当时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他就说：“老天啊，我不要死，我生活什么没有成就，没有争取什么，你只要给我 take two second chance 第2个机会，我会努力什么哈。” OK， 后来他很幸运被救出来了，被吓了一跳啊。结果怎么样？那个纪录片本来以为总是谈什么恐怖攻击这个那个，他集中在谈那个女生。经过20多年，她的 take two 做得非常好了。她本来是一个身材比较高大，一般我们说胖的女生啊。她说我要减肥，然后我要读书进修工作，拼命打拼。20年后。果然从一个一般我们说，哎呀，这个好像蛮丰满的女生，变成一个一般来说身材不错、标准的女生，然后事业上面也读了什么学位啦，成为一个大企业的 CEO 啊，那个非常励志的。她作为说，许多人在面对危险的时候都会说，你给我活下来，我就会怎么样，结果都放弃，结果后来都躺在海滩上面。或是说什么都一样，反正很难得有人这样，真的用了20年的时间死里逃生之后，把自己打造成另外一个人。我的感受不是这样，我一直有观点，我觉得人生已经会发生，就是唯一会发生的。就这个人，他不经历过这样一场生死的考验，他最终也是会。非常的励志，然后变成一个特别成功的人士。我不认为他需要经过生死，他只是生死之后瞬间你会明白哦，再给自己鼓劲儿，就是人是怎样就是怎样。他概括了我的感受。你看我经历这么大的事情，我脑子里想的还是这么庸俗的，文集出了几卷，还是有谁帮我编下去？但这是我的好奇，徐老师。如果当时我想，哎呀，我文集才出了这么几卷，不，我一共10卷，现在出了8卷。对，但我的意思，如果我觉得，哎，我才出了8卷，带着遗憾的话，你更容易回来嘛，就是生的渴望会更大。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这么一个男人就这样就没了，这个世界很容易，那些地方大概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带了什么遗憾走了呢？很多真话都没说。很多想说想写的东西都还没写，但是再一想，
活过来你也写不了。经过了这个之后，你觉得生活态度忧郁症有改变吗？我忧郁症，不是我最近你看1个月体重拼命下降，人家给我吃忧郁症的药，他这叫们 PTSD 吗？我也不知道是啥。有过这个经验的人，很多人出现了人生观方面的重大改变，而且往往是正向的，就是说，哎。你没有觉得更加乐观，或者说更加散淡无所谓，或者是更加觉得生命可贵？也没有，其实真的那一瞬间，你是什么想法都没的。对，就事后的，事后只是看了那些照片，那个很震惊。那个照片，别人，因为你就是一个这个 body 躺在那里，四方八面都是人来。那你这就属于事后暗叫一声侥幸的感觉。我是虽然没有经历过徐老师说那种特别极致的体验，但是我非常认同徐老师刚刚说的，就是我们特别愿意赋予人生某一些特殊事件以特殊意义。其实这个本质是希望对自己人生能够有某种幻想，就是我此刻困境，就是因为我还没有经历那些特殊的事件。你给我一个特殊事件，你看我绝地反击的。其实你会发现，所有特殊事件不过是众多事件的其中一个，人生依然如故。有哲理。我最近看一个那个波普尔，就是他们的，就是其实波普尔是科学家很认同的一个哲学家，因为他为这个科学就是等于他的一种方法论指导当代的科学，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知道是非，就是不是科学的。这个波普尔他写一个书结尾一段话，他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容易虚无啊，就觉得人活着没什么意义啊，对吧？因为终有一死，哎。你们写这本书，你们以为就可以无憾了吗？早晚也会变成尘埃啊！50亿年之后，所有的千秋万罪名又是什么呀？没有意义嘛。但是波普尔，你看他一个反转，就是说，正是因为有结束，正是因为有死啊，这个活着岂不是才特别有意义吗？如果能永远活着。你想吧，你就永远不停的，那个时候你真是活得想死了，就是如果没有死这件事儿。然后他就说，这个我们这个地球有我们这么样一个东西，虽然大家都在说有什么外星人什么的，他说但是在可检测的时间空间内，真的是绝无仅有，就是说我们没发现。那么即便在银河系里，就说有像地球这样的一个，有这我们人类社会这样的。他说：“这个恐怕概率也是极其微小，因为你想，上100亿光年的宇宙的尺度，到目前为止，按说我们看的也很大范围了，毕竟只是发现一个地球哎。人类是个偶然，概率其实是非常小的。所以永生非常可怕。你还记得《三体》里面最后的那个有一个场景，云天明，就是他是整个就只有他的大脑被送入太空。”然后他的大脑等于就是你要在这个太空中无穷无尽的，对，无穷无尽的巡回，就是你的身体已经不在，但是你的意识、你大脑永远存在。我不敢想那个场景，一想你就无法呼吸。我觉得那是无比恐怖的一个场景。我记得几年前我看一个美剧叫上传 upload， 就讲未来我们完全可以就产生叫数字永生，就我们所有的大脑，你过往所有的您出的8卷那些什么文集，所有的东西存在一个属于我们个人的硬盘里面，这个硬盘将永远存在，我们的思想将永远存在。这个我不敢想，一想就很可怕。包括圆桌派，我就觉得就是贪生啊，怕死不就是贪生？我现在觉得其实我是有点贪生，就是说这个有个词儿叫人生欲啊，我觉得我人生欲好强，我就觉得经历多少都不够，就是我贪图体验，我甚至贪图知识。我跟你说真的，我现在觉得为什么这也是我的一个苦恼，就是说我对知识都贪。于是呢，我现在变得好忙，我就有时候你知道，有时候我在屋里会出现一种神经病的状态啊，就是8本书，还有这么多手机里的这个视频，说什么，我有时候会变成这个，对，就是我觉得我有点感觉，我觉得我有点病，就是说，过去古代人讲，就是说儒家叫一事不知，深以为耻，我倒不是说这是廉耻，我觉得我真是欲望，就是我觉得。堪要完要死啊！生命有限呐，我得多知道多看，什么我都想知道。我这个好奇心强到，
你知道吧？就是强到要看医生了，我真的已经应该变成反面教材了。有病了。所以不，但是我以为是我个人有病吧。后来我一看看，他们给我这个是话题资料，我一看，我发现任何个人的感受都可能是人类的，就是实际很多人在今天的这个信息当中啊，感到就是忙，就无所适从。我要看多少，而且就是急，就是我觉得就有一种急。你知道我现在的一种急就是。你们就这么爱写书，谁来读书呢？就靠我这不写书的读啊！但你们写的太多了，你们写的太快了。我还好，我翻的比较薄。徐老师那个书真的我屋里已经又拿出来放，我屋里已经3张桌子了，你知道吗？就是每张桌子一摞，我每天就是这么，我就是在这儿看一页，在这儿看一页，明天每一本书都是看不完的。但是我贪呐，我好想，我说到死我也看不完。我现在既焦虑又摆烂，因为不断的有出版社会给我寄书，一开始很高兴，出版社寄免费的好看的书，基本阅读速度能够赶上寄书的速度，完全现在已经跟不上。我有些时候我说这辈子很多书我是注定看不完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是焦虑，像你说的，就我怎么办？包括比如说你准备一个节目，你准备不过来，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就你永远准备不过来。哎，包括我看一个东西，你比如一块赏识，对吧？哎呀，我在博物馆是看的时间最长的，没有人愿意跟我逛博物馆。我我觉得看多不够啊，每一道皱褶呀，我可以在博物馆里住一夜。我意识到了，这种贪呢，会让人很焦虑，觉得没活够。有个方法呢，文涛，你不是很喜欢那个书吗？《人类简史》嘛，那个作者尤尔·赫拉利。尤尔·赫拉利。他是一个有个非常每天花好多时间，他说大概花4、5个钟头静坐啊，打坐啊，静坐。他访问他说，没有每天的静坐，我根本活不下去。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就跟你刚说的，他说只有静坐能够控制住我的贪。他是说的贪，也是对知识的贪，对生命体验的贪。他说，特别我是研究人类历史进程，全世界的古往今来的。他说，我当然贪啊，任何一个很小的事情，我都想知道，都想把它放进我的理论、我的书里面。他说，这种贪念曾经把我 drive to crazy 啊，推进疯狂啊。他说，后来他静坐，而且从刚开始1个钟头到2个钟、5个钟头，他说救了他。救了他，所以我觉得文涛你要么就看医生啊，要么就打坐。打坐我试过，不太适合我，我还是寻找短视频智慧。我觉得你们刚才表达的可以完全被解读成是知识分子的打引号的矫情炫耀。但是实际上，我哪怕是个文盲，我也有这种焦虑，就是我贪活着。当然，我跟你们说的是看书，其实就是不看书。去旅游也可以变成一个负担，就是应看必看，看要看够。这样的话，生活实际上是很忙乱的。其实你不觉得吗？就是这种像短视频啊，像这种东西，像那个王朔不是一刷就刷，动不动就刷了10个钟头。就说这个短吗？他们有人讲是从微博限制140个字儿开始的这个时代，就是说。要短的文字，短的话，然后这个视频呢越来越短，到现在为止，你看已经15秒可能15秒、5秒，因为1秒的完播率是100%。你知道现在那个新闻短视频快到什么？你得暂停，它一版字幕，它这个新闻就3秒钟或5秒钟，可是它的内容要重看。你要重看，更讨厌，实际更耽误时间。你反复要停住，你才能看清他这版新闻的内容。你们不觉得有点那个火烧眉毛的那种感觉吗？它很有趣，因为我是最近我特想去，我说我想看看短剧，有可能会有种羞耻的快乐。我看的是那个什么霸道总裁爱上绝经的我。你说，哎，这个霸道总裁爱上绝经的我啊，我觉得徐老师，你作为现代文学史的老师，
他这个情节啊，他短剧嘛，短的我都记不清。他就是说啊，这个中年也是保洁，好像保洁阿姨。保洁，这个霸道总裁呢，在一觉醒来之后呢，发现身边就躺着一个45岁的这个保洁阿姨，好像我有点记混了，好像前提是27岁的富家千金给这个27岁的这个霸道总裁下药。然后这个霸道总裁为了维护自己的贞操，誓死不从，还让这个保洁阿姨把这个好像赶出去什么的。然后他一觉醒来就发现这个45岁的保洁阿姨坐在旁边，然后保洁阿姨还不要钱，不要赔偿，霸道总裁不惜一切的爱上了她。爱上了他之后，就带他回家见父母。然后回家见父母呢，霸道总裁的父亲才发现这是他小时候勾引过的女仆。我说这是雷雨啊！我说这雷雨，就然后这是复活，就既是复活又是雷。就是你现在有勾引我的儿子，然后就不停的羞辱他，什么扇耳光啊，泼红酒啊。当然最后这剧情马上反转，就是所有羞辱过他的人全都崩溃了，全都下跪了，是吧？然后最后这高潮来了。原来这个45岁的保洁阿姨才是真正的世界首富。哎，你看他最后还有一点点稍微女性主义色彩，就以后人应该拍一点先进的这种短剧，比如说霸道总裁爱上女霸道总裁爱上已经人过中年的身体羸弱的保洁大叔，就是根本就指着我们。对，虚空，就你看他又很有当下性，这个好像就是有钱人都那么喜欢那个装成这个保安呐，这个保洁大叔啊，或者是然后你知道那反转特有意思，往往开头呢是一个农民工在建筑工地上搬砖，然后他的女朋友说我不要你，我说什么呢？然后他女朋友一定是下一集因为1分钟1集什么的，下一集1分钟1集啊，下一个场合一定是他这个女朋友其实跟了一个富人哈，然后这个时候哗一辆什么劳斯莱斯，不是他们短剧的也没那钱，这成本太高了，劳斯莱斯10辆劳斯莱斯，就可能是个奔驰吧，就是咵下门一开，那个搬砖的农民工穿着一身礼服，其实我也看得出来他那个礼服也是造价不高的，但是剧组界都那样了，咵进来就是我才是什么世界首富俱乐部的主席，对吧？你这下跪，我的天！然后那个女的抛弃了他的女朋友，那叫一个悔恨交加呀！哎，我没看过这种剧，好奇啊！你怎么没看过？它的灯光、它的服装什么样？相当粗糙，而且同样的场景反复使用，同样的人反复使用。我刚才还在跟那位优酷建议呢，我说完全值得真的重新从事艺术的人去好好的创作，我们就可以做反转的短视频。这很难，不难，想象自己是有钱人，想象的最多的是江城首富，因为他的想象的跨度太大，对钱没概念，所以出来的数字是不准的，一出来1000亿。稍微有点知道，你不要用1000亿，你10亿就不错了，对不对？他一来就是1000亿富豪就出来了。他求的是什么呢？就是爽感。对，但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一点东西要他爽呢？你想。但我觉得这个爽感一直是这样的。像我们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那个100万英镑那个电影。对，那就是跟这个其实是一样，就是人对于你渴望生活中出现一些奇迹。这奇迹可能是暴富，可能我会不会是我爸我妈报错的？其实我亲生父母就是一个亿万富豪，就我觉得这是人性，它是不会变的。我小时候幻想过，你小时候就幻想过？我小时候可能好像就是看完什么类似于这样的，就是脑洞大开的一些某个文学著作或电影之后，百万英镑它有很深的讽刺意味。对，小孩看不懂讽刺意味，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万一我真的有了一个100万英镑，那岂不更好？怪不得我老觉得我说我怎么不是遗产继承人呢？对，其实它是一样的。文学结构功能论就是这么，人的心理嘛，区隔阶级、性别、种族要打开。其实我在想，提供你一个发财的好方法。既然说短剧1分钟是吧？你把每一集圆桌60分钟切成60集。对不对？每一集1分钟，这一段鲁豫讲了，或者还要再付钱2-3分钟也可以。咱们跟3块钱看第2集。我们真的是老实人，我们一集能够，我像我那个《锵锵行天下》做到2个半小时一集，最后我们就是不要钱义务的
多做了一集，因为我们拍了，我们舍不得让他不跟观众那个见面，所以你知道，哪怕像我这么铜臭气的人，心里也有一点不能被收买的东西。太湖石凝视着，凝视就凝视2分钟，人家下来这个豆瓣给5分呢。不，但是你这么老实的人，你得跟上时代，你明显现在就不成了嘛，这完全人家看不完。而且你看那天一个老戏骨表演艺术家坐到我们饭桌上，一声长叹说：“这个数据出来了，第一次短剧的市场超过了我们电影市场，这是去年的数字。对，去年就超过了。电影市场500亿，短剧的这个市场425亿。你想广电，咱们这个要来引导了。我觉得他们说的那个司长说的也挺有意思，就是说这个短剧啊得提升素质嘛。对，然后呢？”你看这个是文学的话，就说短剧的要从表达情绪进化到表达情感，要从表达情感进化到表达情怀，就这是你们应该走的路。而它某种程度会改变我们未来人的审美。首先你看，因为短剧短视频的存在，我们对于时间的感知已经被改变了。以前我们小时候，你坐在那儿看一本书，你可以一下午一看，说天都黑了，一本书看完了。我现在有时候觉得我看了很久，再一看，其实就过去1刻钟。就是我们对时间的感知已经被根本性的改变了。再有，就他们对于我们的审美会有改变。比如说，其实，在短剧之前，好莱坞电影就有改变。以前好莱坞电影，你看到了5分钟才会有一个小的crisis， 一个小的危机。现在不是，上来以后，字幕一结束，第一个画面就已经是个小的危机了。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反转要求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我会觉得回不去了。那个重点，世界已经改变了。于最近有一个研究报告啊，科学的，它其实你说起来呢，它的结论以前大家都不同的人研究差不多，可是它比较大规模、大样本啊，全世界，它完全是生理学的基础啊，用 AI。用 AI 来创作、来写报告、来阅读等等的人，跟比较小用的人，然后完全扫描你的大脑，整个大脑结构性的部分的转变，那很清楚啊。以前其实也有不同的证据来显示，经常用 AI、经常看短视频的人呢，那个大脑的活动量呢是变低的。你以为你看得很热闹是吧？啊，1分钟看这个，马上看这个那个。其实你大脑的活动量还有活动层次，我说的不仅是精神那部分啊，是你的大脑里面的运作，你的细胞可以被扫描出来，那个活跃的程度是变低的，因为你不必主动去理解、去组织、去把它思考、想象。你就坐在那边接收，可是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么用大量的短视频啦、大量的 AI 的啦，你的大脑的运作起来的主动性高很多，而且它不仅是你使用的时候不一样啊，它会长期影响你啊。刚鲁豫说回不去，不仅是说我们感知啊。是整个大脑的运作，整个硬件被改变了。所以去年2024年牛津他们每年会有一个年度词语嘛，就年度的英语世界英语词。去年2024年的牛津选的年度 Word of the Year 就是叫 Brain Rot，脑腐。中文翻成脑腐，这个词脑大脑 brain 腐烂变成腐乳了。它其实对基本上的一个解释就是一个人类的就是我们思维的能力下降，然后只是适合于接受碎片化的信息，就是意思就是人在慢慢的变傻。就是对大脑的现在的研究啊，就发现我们对时间的记忆啊，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觉得美好的那个时刻，比如说跟爱人在一起啊，或者是欣赏一个很美的音乐，你觉得特别美好的时候呢，当时你觉得时光如电，就美好的时间总是过得快，对吧？就时间很短，但是呢，在回忆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就会变得特别长。相反，就有些你生活中很难受的时刻，比如说工作，或者是这个开会，对吧？你很烦的时候，你会觉得度日如年，或者这个择偶不良，对吧？你就会觉得是日子这个当时很漫长。可是呢，这个事后的人生回忆里，这个又变得非常短。但是呢，现在他们讲就是说，如果看大量的这个
短视频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双快，就是当时感觉时间也很快，事后回忆也是等于无有，也什么也想不起来，就像看我们节目一样，是吧？就是双快，就等于你这个真是大脑不留痕一样。但是你说哈，我其实觉得任何事儿啊，都不见得是完全的负面。这个我是跟很多有识之士有点不同。我是个自私的人，我如果从所谓替老百姓操心，或者替大众、替世界操心，那么我也会认同。哎呀，怎么办呢？这孩子们玩游戏怎么办呢？这么多人刷短视频，越来越脑腐了，越来越傻了。可是，我从我个人的体会啊，我觉得这是我最想生在的时代，不是什么宋朝，也不是什么秦朝。起码这时代有空调啊，对吧？其实存在着一种高手，当然我不是说我是高手啊，我就说我想象着你能驾驭它，只要你有足够的这个进境，只要你有足够的对这个智慧的就寻求，对自己进步的要求，其实任何东西来了，你都可以为我所用。他们都说这个刷短视频哈，哎，哥们儿，现在我倒觉得我没有分别，因为我现在3个桌子摆几十本书，我也是一天看一段，一天看一段。我的阅读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其实，天下一切媒体，它无不是书啊。它短视频不是书吗？对，他是会像王朔说的那样，那跟那个太监似的，在揣摩你的用意，你喜欢什么就推给你什么。可是我也发现，我喜欢我认为有价值的知识的时候哈，你看你比如说我喜欢哲学啊，那么好，确实啊，我在这里边筛选出来的有些公众号，它当然有一个把哲学简化的毛病，但是我说了，对于我们这个经历的人来说，我们知道被简化的大体是什么，不能真的以为那是经典，对吧？可是有没有启发？当然有启发。咱们俩是刚才在那儿说的，就是说要练习自己的概括能力、精简的能力。我觉得很多自媒体博主有，当然一方面你得清楚，他用3句话概括尼采那是不靠谱的。可是毕竟他概括出来这3句话，也是尼采的话呀。他帮我选择出来了，我也没功夫，这辈子也没功夫读完尼采所有的著作了。那么得一点儿，是一点儿，我把它整合到我的整个个人的知识结构当中。那么要这么说，这个时代岂不是短视频也好什么的，就无论短长，我也看经典，我什么都看，它提供了更多呀。只要你能，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就像他们美食家，你会选呢，这岂不是对你的帮助吗？我其实认同文涛讲的，我觉得无所谓好坏。你看，我之前看一本书，是一个法国思想家叫德波，他是90几年就去世了。他写过一本书叫英文后来翻成英文叫 Spectacle Society， 中文叫景观社会。他其实就已经预见了今天我们人类过的生活，就是完全是一个被观看的一个生活。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我们某种自然，就是我们自己的体验已经被观看、被呈现给取代了。就是我自己不用亲自去过，我通过视频、通过观看，那种感觉好像已经代替了我自己去亲身体验，就是随时随地是被观看、被呈现。我最近我来之前在上海做一个就是跟主持人相关的一个节目，中间有很多要记录那帮小孩用真人秀的方式，他们给了我一个办公室，办公室四周弄了很多的摄像头。那我待在里面，我自知我知道有东西在拍着我，我明白我处于一种被观看的状态当中，那我就不是一个常态，但慢慢你会忽略它的存在，然后我人会变得高度的专注，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做一些不得体的事儿，那我干嘛？我看书吧。于是在很多的摄像机的众目睽睽之下，我前所未有的飞速的看完了一本书。这是个特别诡异的一个状态，以心流的状态看完了一本书，以心流的状态，一开始具有某种表演性质，因为你看着我 OK， 那我就看书，我就不动，就看书，看着看着看进去了。我处于一个被观看的状态，就是一个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生活状态，就随时随地被观看，我们在呈现。牛啊！这就是北京人艺那老戏骨他们在台上的表演体验呢，是被观看，他知道被观看，但是他又入在其中，慢慢就进去了。
哎呦，高手，你看出在我们家。高手在民间。所以呢，假如从文涛刚的说法哈，我们相信都很有体验哈，看很多东西，把它归纳在我们本身的思考体系里面哈。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我们成长的时候，基本上没有短视频，甚至没有手机，甚至没有网络，那个底子啊，耐性的底子啊，然后知识的各种的结构，大概有个框架了。然后突然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的短视频啊，奇奇怪怪、很新奇的东西了，我们能够自己取用我们需要的东西、有感的东西。不然的话，你从出生开始就这样的话，你没有那个太大的能力，别说什么理财了，稍长一点的东西。认真一点、复杂一点的东西，你没有那个底子啊，你应付不了。我们就同时两方面的好都有，或者是说两方面的特点都有。我觉得我们幸运。同意他的看法。那个最有名的法兰克福学派那个本雅明嘛，他就是很早，那就是电影是可以完全复制的一种艺术。他说，在这之前，我们欣赏艺术的时候，核心概念叫韵味，就是说我们小时候都看了一个电影，久久的忘不了，啊，这个是一个最好的。aura 是不是叫？好像叫灵分 aura。对，就是韵味，我们翻成。但是呢，从电影出来以后呢，就是 shock， 就是要惊讶。现在的人都是被改造，我们也被改造。你走进电影院里，几分钟，女的进去洗澡了，最后出来穿衣服。搞什么搞？没人来暗杀的，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盼望着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不能啊，出来又吃饭了，那搞什么嘛？我们现在已经被改造了，但是我们还是有这个记忆。小时候看一本屠格涅夫的小说，看完以后根本是一个青少年在这里迷茫半天。现在没有作品让你这么想半天了。但是未来我们的生活方式会不会慢慢的被改变、被异化？已经改变了。就很多时候我们观看和被观看已经比去体验本身要重要了。比如我晚上我会刷一些短视频，比如说跟美食相关的，好像我通过观看我自己。你这么瘦，你还喜欢刷美食的？我很喜欢的。你不好吃吧？我也好吃啊！你看关于我所有的吃与不吃的谣言。产自这儿。对，他要告我呢。我说他当年就在香港只吃7粒米啊，后来他不干，我说27粒米吧。对，我的意思就是，你看你刷短视频，你也是通过观看，你的很多的欲望已经是被满足了。比如你去到哪去玩，你去吃美食，你去观看什么，好像你通过看视频本身。你就不需要去体验了，这在我看来是某种异化。就未来我们会不会真的就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且早就发生了。假如鲁豫不断提到看与被看啊，to see or to be seen 啊，看与被看，那个刚开始是一个城市的生活体验啊，在网络年代以前，城市因为城市人比较多嘛，现在全民啊，比较人比较密集，然后发生的奇奇怪怪的事情比较多，还有媒体比较发达。那这个呢，可能我有比较多的发言权啊，上海也有。我在香港成长哈，从大概我10来岁开始进入70年代、80年代，我就看到一个现象。走在路上啊，特别比方说在公车站那边在等车哈，绝大部分很多，特别是年轻人啊，你看他站的姿势啊，都是这样。比方说许多香港电影啊，你看到演员周星驰也曾经，周星驰跟张柏芝对，然后站着总是要这样的啊，对。其实呢，就是 to see or to be seen， 看与被看，好像无时无刻。他是故意那样的。对，叫讽刺嘛。因为我们在香港一看了，本来习惯了，一看他这样，我们才反讽。他觉得啊，对了，我平常也是喜欢这样站，好像永远有一个镜头在拍着你，永远你随时会出现在电视机、那个杂志、八卦周刊上面哈。连普通老百姓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呢在城市长大，特别注重你如何站、如何坐，
不要在某些地方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蹲等等。观看短视频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那是习惯。以前啊，以前已经出现在城市里面，现在呢有了短视频什么，有了网络不一样了，我们到处都要打卡。我们对于生命有一句话说什么？没有被拍下来的，甚至没有被拍下来然后贴出来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对，一切都要转化成跟你拍了一下贴出来，那个世给我界刚才的故事就加了一个注脚。对啊，所以就是所以我要强调有人拍。对啊，你也所以你看关注有人拍。其实这个里边有个关键的分野，就是你活得安不安心呢？你活得开不开心呢？不管你碰见什么，你享受这个，那没毛病啊。所以你能不能适应它，其实取决于这个。有些人不管世界如何变迁，我都能够享受它带来的新东西，这很牛啊。但是呢，当年有一个就凯恩斯嘛，经济学家嘛，有名的，他说到了就到咱们这个世纪啊，一周工作15个钟头，因为科技代替了工作3天。对啊，但是他的预5个小时1言天，他的预言没有应验呢。实际上，科技越发达，工具越便利，你越忙了。就像有人说了，我是现在不用坐牛车了，我坐飞机，我2钟头就能从深圳飞到北京。他说，可是中午飞到北京，下午就去开会啊。你明白吗？这是一个科技的一个骗局了。就是为什么没有给我们飞机的时候也在刷屏？对呀，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带来悠闲？为什么越来越本来发达的目的不是让我们闲着玩嘛，对吧？休闲嘛。但是为什么搞得我们越来越忙，而且搞得我们越来越着急？文涛，我觉得我刚听了一轮哈，我听到几乎所有的用语啊，什么焦急啦、紧张啦，我们必须心平气和啦等等，都是因为我们有过安静的时代。就像我刚说，我们是幸运的一代，前面安静的时代有，慢的时代有，打了底，后来才快哈。假如你想一下，一出生就看着手机，从2岁3岁就哈，那个对他来说，你刚用的所有的语言，什么焦急啦、忙啦，什么必须心平气和，不存在的，没有意义的。他一出来，从他认知这个世界，跟世界建立关系，就是 multitasking， 就是做各种的东西，各种的事情。他成长，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世界啊。所以，当我们把跟短有关的各种的焦虑、担心来讨论的时候，对于很大一部分，而且未来的世界是他们的啊，年轻嘛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啊。他们是就像呼吸一样正常啊！只有我们经历过慢，经历过那个年代，也感受到那个年代的美好安心，我们才担心失去了啊！我越来越挤。他们看着我们，他们也听着现在圆桌的年轻的朋友听着，可能完全理解不到你们担心什么。不，本来就应该这样吗？那担心鲁豫知道吗？你会觉得忙忙叨叨，或者说这个有点快马加鞭那种感觉吗？像我现在的忙是我自主选择的，是我自主选择，就我可以慢下来，但我会觉得那样的生活我不是特别的享受。那我就选择一个我享受，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快慢它都是一个相对的，没有一个标准。我们人永远习惯于以我的生活，以我过往的认知作为标准，所有跟我这个认知标准不同的，就是它就快了，它就慢了。其实哪有什么绝对的快和慢呢？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特别相信我的终极是相对悲观的。我觉得有一天我们会不会死于我们所发明的技术？那你看前一阵在北京开会这个辛特 AI 之父，他就很悲观呐。他就认为 AI 已经超出他的想象。现在有3个科学家对于他们所发明的就惊天动地的技术是完全后悔的。奥本海默、辛特，包括那个蒂姆·伯纳斯里，就是互联网的发明人。因为他们在发明的时候根本想象不到未来会是怎样的。但我个人认为，就他们等于占2个便宜。科学家不可能预见不了你发明东西它的好和坏，但是他依然要发明。发明完了以后觉得好像的确是有点问题，就他会有点后悔。我的意思就是，也许科技的发展的终极，我觉得就是超出我的想象，它可能是恐惧的。但此刻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他们就是说这个你像短视频平台的产品经理，就是每发现一个人性的弱点，他就可以开发出一种产品。
所以说最后所有的东西都是针对你的人性的弱点，都是算法。连手机的这种刷，但是从算法来看，它是很偏狭的，说明这个它那个覆盖面越大，它其实它在某些视野上越窄，就是大家的趣味。对我来说，短视频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讨厌，我觉得很欣赏啊。我没讨厌，我们都没讨厌。OK， 那我们有共识了。他们讨厌，所以我说咱聊聊。我们都没讨厌，我们都没。我的对短视频的功能是晚上睡觉之前。我工作做的差不多了哈，我要催眠，睡觉之前我2个方法，一个是用拿个电脑打掼蛋，有一个就是看短视频，而且短视频真有个好处，我喜欢看那些音乐会的一个段子嘛，戴上耳机嘛，你越看它就来的越多，对不对？它有世界各种的好音乐会，它来给你个片段，现在这个耳机一插，效果还非常好啊，看就睡着了，所以很好。所以子东我个人不仅不讨厌啊，我还非常感谢短视频。为什么呢？因为我母亲80多嘛，身体不好，这2年身体不好，腿走路困难。可是她是一个非常平常、很开朗，一定要讲话出门的人。那可以想象多么悲惨。那我每次看她，我当然就聊到平常做什么啊，哎呀。看短视频啊，他不一定看剧，各种的很短的千奇百怪的。有一次我坐在那边跟他聊了10来分钟，没话讲啊，2母子不一定有那么多话题，就坐着嘛。我刷我的手机，他刷他的平板，然后我偷瞄我母亲一眼啊，那一刹那我非常感动。我看他，我无法带给他的笑容出现在他的脸上面。他看各种的短视频，各种人主持的，讲旅行的，讲健身啊、养生保养的。我看到我母亲的笑容啊，哇！我一来很感动，二来很惭愧，我无法把这种笑容带给我80多岁的母亲，所以我是何等的感谢短视频啊！他给我母亲快乐啊！对，你说的还真是。他其实呢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感官为什么会被什么吸引？我最近有一个感觉，你看啊，我们的感官是如此的贪婪呢，或者说吃饭，你看很多人说，比如说鲁豫的节目，或者说我们的节目叫下饭神器，吃饭那么美味，但是你看感官不能空白，也得看着一个节目。吃的就更爽，你看是吗？你当然下饭节目就圆桌派就是这样的，下饭神器啊，是的。以前锵是吗？锵是正好在中午，圆桌派很多也是。很多人洗澡的时候，你看连洗澡哗，他都要音频。家辉洗澡的时候，他也是要放着一个音乐放。我就觉得他这个里边，我不知道是好是坏啊，我就有一个感叹，就说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呐。像5个饕餮，你觉不觉得饕餮之徒啊，好贪吃啊！实际上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说你容不得一点空白的。就像你说的什么静坐什么的，其实它就是关闭感官。但我不知道哪个叫健康，哪个叫不健康。我只是觉得我们好贪婪，就有的时候真的是欲求不满。五官要同步发展，五官钱不够啊，它需要投喂。而且这个投喂的你那个贪婪劲儿啊，你说短视频，你说我们没说不好，它当然一定有不好，因为凡事过度了都不好。就是说，它越满足你的贪婪呐，你想到没有，吃的过量了都不太好哎。那你要这个人觉得我要所有时刻被感官我都要塞满它，我有时候反过来有疑问，你为什么那么怕空白呢？你为什么那么怕？你为什么洗澡的时候耳朵都必须要有营养呢？你为什么不能听一听淋浴的水声呢？或者说就容许中断一下？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我看爽剧就不如你看盯着饭或者听着那个淋浴的声音它就有不同呢？对我看来，我看爽剧的那个声音就相当于你听淋浴的那个声音，它是一样的，带给我某种的安慰。对，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其实我也是一个就不容感官空白的人，但是我自己最近个人感觉啊，我觉得有点问题，就是说我老是把自己填得那么满呐，就是我让我的眼耳鼻舌身呐，无一时一刻不处在吸收
当然也是他们勾搭我，对吧？但是我就说，这个我有时候觉得，哎，就老子说的五色令人目盲，有的时候就是能不能什么都不接收？与其反思自己，不如指责他人。我现在不想这个，我就觉得此刻我需要的，那我就是需要它。你看以前有一句话，我老觉得这种金句真好，我们老说爱是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我觉得短视频某种程度是啊。就是以前我们会认为只有我们这样接受了科班的训练，我才具有资格去制作某种视频。现在这个壁垒已经完全被打破了，然后同时就是一个，只要有越短的，一定会有越长的存在。你刚才说我们所有都是被算法控制，他们说播客现在是唯一能够逃离算法的一个媒介形式。好，我会去你的播客的。不是，就是你说需要陪伴呢，就是我在洗澡的时候，我不可能听一个1分钟或者10几秒的一个视频，我得听圆桌派。那你1小时起步。哎，洗澡的时候听咱们听不清是吧？可以的，我试过的，我试过的。他的播客。我试过的，就是你把那个手机，常常你就关了水是吗？在里边站着。你把手机放到旁边，声音弄到最大，然后洗澡是可以听到的。我试过。这个我倒是从来没听说过。就是说，你看，连享受都一刻不得闲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热爱生命的表现。有网友跟我说过，就是他跑步的时候会听我的讲张爱玲的那个音频。我当时还觉得这个是调侃，就是说这个是真的，这个是把你降低了。后来人家说这个是人家看得起你，这是个赞美。哦，这是赞美，真的。反正习惯嘛。你说这个让我有点惭愧。我现在这几个月都在听一类型的播客除了鲁豫的以外，它是光明的播客。我听的很黑暗的，都是讲什么呢？世界上各种的奇案。案件那也挺好。因为我写的新小说里面是写里面很多你杀我，我杀你，坐牢嘛，很阴暗的人犯罪的事那我要从里面拿灵感。我就是到了沉迷到一个地步，那听到我的认真的是觉得很心寒呐。因为原来世界上杀人的理由可以有那么多当然你说那么小也行，都是恨。怨贪几个字离不开，可是可以被不同的事情来激发你杀人的犯罪的动机，可能一个眼神，可能因为一个拒绝，可能一个勾引，我就不断听到最后的结果了。除了能够帮助我写小说找灵感呢，另外要对我自己很怀疑了。我今天活到我这个年纪，觉得我还算是好人，至少没有很坏。那可是那么喜欢听杀人，可是听那个我就怀疑说，我真的是那么好人吗？我心中同样有那种贪怨恨，对了，只不过没有刚好发生某个事情把我勾引出来，把问题再上升一个级别，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对不对？这样问题就好办了。所以西方人认为他们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就是马克思跟弗洛伊德。刚才讲的所有这些东西，弗洛伊德早就预见到了。弗洛伊德讲艺术的时候，他说每个人都是艺术家。那这个当初说话的时候，没有人觉得他是一种安慰心理学角度。只要有机会，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潜意识的释放出来的东西，就是梦压抑久了以后出来的东西，就是。所以现在有这个技术手段了。有手机啦，所以每个人都做艺术家。这是弗洛伊德的预言跟马克思的预言可以并提对，所以弗洛伊德的那个理论现在也未必对，但是他提出的一些概念特别能够让我们讲一些事情讲得明白。比如说，我最近就觉得大部分的主要的折磨我的痛苦好像基本上来源于就是说，我的自我做不到我的超我的要求。就通俗的来讲，是每个人都这样的，就道德上要求自己的，可是我真实的自我臣妾做不到就做不到，你知道吗？就这个就让我特别痛苦。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你有个本我。对就是本我。对，因为自我就是超我跟本我较劲，才形成你的自我，所以你的自我做不到超我，就是下面有个本我。所以为什么人要自洽？
这个本我，你说的是什么？就是欲望吧，就是潜意识。就像你刚才说，你是不是变坏了，还是你是不是变好？哎，我发现我们有一老哥说的挺有意思。他说那个我呀，就现在是什么呢？就是，生理水平逐年下降，道德水平日日提高。你这个话很有意思。对，它实际上很多时候你欲望减退了。你这个人看上去其实就好了，就变得慈眉善目了。对对对，那个时候显得要不说年高德少。这说得好啊，文涛记得吗？好多年前我们的节目哈，那个台湾作家朱天文。对，朱天文对啊，记得那一次啊，那一集，他谈到那个啊，他说昨天我经过一个地方，然后迎面来了一群10多岁的高中生男女，穿着校服。嘻嘻哈哈打情骂俏，经过他身边，朱天文这么说，我还闻到他们散发的荷尔蒙，那种强烈的味道。可是那一刹那，那个朱天文说我没有悲哀啊，因为我年纪到了，我没反应，我反而是有点慈悲他们，为了满足这个荷尔蒙啊，他们要承受多少的那个爱情。背叛、出卖、期待、欲望的折腾，我都跟我无关了，或是说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重要了啊。他能够做一个比较安静、清静的人，这种心境啊，朱天文说是快乐的。所以你那个哥们那个描述也是从文学里面很好玩，对吧？什么生理水平越来越低，生理能力年年下降啊，道德水平日日提高。对，我替他感觉快乐啊。那是一种很含蓄的批评，说明我们的道德跟生理有违人性。就这么点事儿，哎，真是哪点事儿啊？我不知道，那点事儿就是人生的全部了。不是？实际是哪点事儿啊？就是求安乐，就是说你能不能安呢？你能不能乐呀？有些呢就怨社会了，怨科技了，怨人类了，怨命运了，怨世界。其实当然了，我们都知道生而皆苦，生活都不容易。但是问题是现在你看情绪问题被特别突出，我倒觉得这个咱们司长讲的挺有层次的。就说这个短视频短剧，就是说情绪、情感、情怀，它是个梯次。人的情绪挺可怜的，就是因为什么呢？你的大脑的本能，看到一个信息，你就会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对吧？如果你一天接收的不是那么多，你的情绪呢还比较正常吧，比较平稳吧。但是接收的太多了，你说实在的，那一个同行的成功，我看见就嫉妒了。对吧？同行的失败，我看见又欢喜了，我这心情一升一降的，对吧？你年轻人也是啊，有人过得那么好的生活，有人这样，有人总有机会，有人因为这些所有信息，这些成功的故事都是没有过程的，他就是很短的告诉你，你看他买了个游艇，江城首富，对他不人如果能够有一个过程，就我知道他是怎么来的。人家也是奋斗多少年，就像那郭德纲讲话说，我一炮而红，我哪炮红的呀？对吧？一夜而红，我哪夜红的呀？我这前面10几年的耕耘，冲着台上的人比台下的人都多。您那时候你们怎么没看见呢？你看，如果是短视频的方法接收这个他的成功故事，你就会觉得过瘾。你是过瘾，但同时受刺激啊！而且因为人的能力，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微信啊，有什么？能力提升之后，我发现还真的是工作效率提升。但是工作效率提升，你产生了对能力的幻想。我现在就觉得，我觉得人就是我可以做更多的事，但是实际上我觉得需要注意一个节制，就是因为你可以无限的做，然后你就不会堆积的事情特别多。家辉的信息要回，是吧？徐老的情绪要安抚一下。鲁豫就说我一什么事儿，我得弄个那边平台有什么。而且呢，这个讨厌半分钟，这个高兴半分钟，这个喜悦半分钟啊，这个生闷气半分钟，就是整个的这个情绪问题，是不是现在很多人的焦躁不安的原因呢？我顺他这讲啊，他说因为科技带来方便，他给人发，比如给我发跟工作相关的信息，我的天哪，50秒起步的信息连着，我昨天看了，就是语音写都不写的，语音完全不加节制的。基本上到50多秒，我一会儿没看，一堆已经，
就是因为就是科技带来的对便利。你比较重视，我们就没那么多。 OK，我错了，也是跟你经验一样。对，那是因为他闹情绪，我要安抚他。我觉得我是那个悲观当中又有乐观主义色彩的一个人。你知道，我看到短视频对人带来我认为也许是很正向的改变，就是每一个人变得极有表现欲和表达欲。有一次我们那个剧组，就你采访完人以后，你要拍一些空镜嘛，有氛围感的空镜，然后剧组就带着我在那个傍晚的时分，在长安街过了国贸，再往东有一个天桥，我们一上去，上面就无数的自媒体在那边拍，就是那个傍晚时分，就是那个车流，可能那个场景就很好看。我的天哪，他们以为我是个最大的网红，因为我们带着很多人。我当时看到哇，所有的人，要是我的话，我此刻讲话，然后你拍我，很多人围观，我还是会有不好意思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那种不好意思的感觉。那帮小孩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有个女孩过来跟我合完影之后，去拍她短视频，瞬间在镜头前痛哭流涕。我当时那话我还记得，说一个人说哪个时候说谁会关注你是否流泪，谁会关注你是否痛苦，一边讲一边瞬间流泪，就那个表演型人格爆棚。我就觉得这是短视频对每一个人的异化，对，但我觉得是一种好的，就你变得每个人都是艺术家，你变得极其自信，极其有表现欲跟表达欲，这你不觉得是一个好的，就是人性的某种改变吗？如果是你的家人，你就担心；如果是街上的人，你就赞扬。但是你没考虑到性格的不同，可能满足了很多人。但是比如说对于我来讲，如果我不是干这个工作啊，从我爸开始，我们家都是溜墙根走的人，一辈子不喜欢，他不喜欢引起别人注意。就说句难听点的，你不给我钱，话我都懒得说。你就是我根本没有表达欲。我这是跟你说实话，我也不怕什么。这就是你看为什么我当然也写不了书，但是我根本没有写作欲。我爱看书，我根本没有什么。就是我有话我跟你说，我跟我熟悉的。你看最近不是有学者也讲什么陌生人的概念？对，我就是小圈子，咱们知心2、3好友，我跟你们什么都说，但是我没有任何向陌生人发表什么的这种愿望。这个是我跟不少人的不一样。我觉得我确实能理解好多人有表达欲，这个所以说我适应这个时代都有时候有一定困难。我开始比如说发微博我都想不通，我说不挣钱为什么要写对吧？后来我才知道怎么说呢，有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你得，所以有表达欲是好事儿。但你这个好呀，你这个叫珍惜羽毛啊，因为你讲多了以后势必被稀释，那你这个是如今这个时代很可贵的品质呀。怎么说呢？我怕。你怕什么呢？我怕我不能掌握的。说实在的，做这个节目我也如履薄冰，因为那是我不能掌握的人，我不知道人家会我哪句话说错了，我的所知永远很有限啊。我跟你说，我不怕得罪你，咱们私下里咱们互相知根知底儿。你这种工作，说实在的，真的出头露脸的，一方面每个人都想出名，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真是个双刃剑呐。你知道你为什么现在会有压力，就是因为你知道你的节目是被期待的。这种被期待的感觉，其实就是一方面它是种甜蜜的负担，但同时你会觉得你要达到很多人的期待，这个压力是巨大的。那就不得自由嘛。他还有一条底线，还得说我真心的话，还得说我真的看到的话。单单是为了期待你们都要他好啊，我说什么都行，那也有别的方法的。有些人可以又走红又没风险，他又不愿意。那风险总是有的。那心里也有恐惧，可是我蛮喜欢一句话的啊，你恐惧某个东西，它就存在；你面对某个东西，它就消失了。你恐惧，结果你就不说，或是说不做了，那反而那个东西，你恐惧的东西就一辈子存在。有些所谓的社恐啊，或者说是害怕这个出头露脸啊，反而这样的人呢，他可能要的是绝对的自由，就是一点儿也不要将就，就是他只有在隔绝的情况下，在自我的环境里，他才能够实现谁都不需要问，精神的洁对吧？癖。我什么都不需要考虑，因为我一出门就变成任何一个我对面的人，我都要为他考虑，总是不太自由，而且也是应该的。
我认为。但是这样的话，实际这样的人，他骨子里他本心呢是要那个彻底的自我，那就只有您一个人关屋里才能做得到。但你知道，我经常会晚上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得我热泪盈眶的，就你没有刷到过这种内容吗？我有一种我每看必哭，就是好多家长就给小孩可能跟爸爸妈妈说我想要一只小狗小猫，然后在小孩过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来一个 surprise， 把小猫小狗放在一个袋子里面，然后小孩打开以后，小孩就开始痛哭流涕。就这种视频，它会这个集锦，我每次看到一定会流泪。就是他还是会有一些让我觉得带给我很多。有没有向他学习呢？那倒也没有，因为我也不养猫，我也不养狗，但是他会带触动我。我就发现真的就是不管所有的文学表达、艺术表达，包括这种短视频，它有些时候不是为了表达，就是为了触动。而且他用影像来直接打动。我跟鲁豫那个4号一样哈，我也是晚上经常看一些什么，让我也是想哭了。我看了一段，真的啪，眼泪流是什么？那个儿子去当兵，被派去中东啊，战争嘛，危险嘛，去了2年，然后呢，回来他母亲是小学老师啊，不晓得为什么会拍着他上课，然后学生都知道，因为看到他儿子啊，偷偷回来躲在那个 classroom 教室的门后面。这个我好像看过。对，然后呢，那些学生故意问老师。老师啊，你儿子怎么样啊？你多久没看儿子了？那老师就回答了，啊，我儿子现在在哪里出差服兵役啊，我觉得很光荣，很骄傲，我很想念他。假如他突然回来，然后讲不下去，哽咽啊，他想念他儿子嘛。然后突然儿子就从门后面一出来，你看到是同一段是吧？大概是，应该是就类似这样啊。然后那个母亲，哇，那一类的非常，他是创作的，是摆拍的。摆拍的吗？没有吧？应该是这样。有一些是摆拍的，但有一些是真实的，所以就是一个短视频会创造很多新的新闻伦理的问题。就是摆拍其实是某种程度它是违反了这个新闻伦理的，在我看来。但是我刚才说那些都是真实，特别应该真实的。晚上看自个儿在被窝里面一边刷一边，但那种特别就爽感会有爽感。那你淹在水里面不是摆拍的？你们刚才讲那么多的人生的烦恼啊，人生的焦虑啊，人生的希望，我现在只要回想到那段被人抢救的照片跟录像，我就没有那些烦恼。但是人会好了伤疤忘了疼，就那个真的过去之后，我们依然圆桌派了。你觉得这是好的？这种有过一次这个经历？我不能说谁说好的，我觉得不好。再来一回要不要？我觉得不好。你冒险啊！你说不定过几分钟你就救不回来了。我觉得我们永远把吃苦过高，我宁可没有吃过苦，度过碌碌无为的一生，庸俗的一生。那你精神状态、身体状态都很好啊。你不说看不出来。医生说我忧郁症。我不大想说话，其实。哦，那你是想要绝对自由了？但是我圆桌派还是来了，还是给你们讲这个故事了。我从来没讲过啊。鲁豫，你觉得你忧郁吗？你有忧郁症吗？我没有测过，但我觉得像我这种心思缜密，然后极其细腻、极其敏感的人，我觉得一定是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的。但我不想去，我不想去做这样的测试，对。就你知道那么多干嘛呢？因为我的生活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我有正常的感知能力，一切都是正常的。有些时候，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我真的知道以后给我盖了很多的帽子，那我是吃药还是不吃药？我干嘛？我本来啥都没耽误，我了解那么多干嘛呢？哎，你这个有一定智慧了。他只有一定智慧。但是此刻得出字幕啊，就是如果真的有病，一定要去求医的，就说明我如果有的话，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都市人会有的情绪。鲁豫不是一个有一定智慧的人。这刚才加了这句这个观看说明，这就更有智慧了，有了主持人的智慧了。我说你的智慧到了庄子的程度啊！每个人所以你问我到底是是打坐呀，还是瑜伽呀，还是什么来解决我的心理问题了？我就跟你说，我觉得啊，说句大义不狼的话，我想寻求智慧，而且往往是古圣先贤里头，我觉得有他的智慧。其实
我给大家说句老实话，咱们今天讲了很多速成的接受信息的方式啊，可是呢，今天这个社会上，我看啊，90%的心灵鸡汤，其实呢，你有2个路径，一个路径是你从中受到启发，这个鸡汤是有营养的，但是，在我的阅读史吧，这辈子的阅读史上看起来，我觉得也有个根本的办法，比如说，为什么要读经典？其实，如果你读一读佛教经典，你读一读这个老庄，如果你闹清楚了，你就会发现，今天网上90%的心灵鸡汤都是这个体系的，它都是没有什么独创的，不是什么现代人的智慧，但是你愿意从根儿上学，还是愿意从末上学，这个个人自辩。我就是说，解决我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贪知识。贪求知也给我的人生带来拥挤，让我觉得热闹。那么我就从庄子一句话里得到启发。哎，你说的这个话，跟庄子有印证。庄子就讲啊，太有名了，就是说我生也有涯，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而知也无涯。这个宇宙我们未知的东西是无涯的。你想拿你有限的时间以有涯去追那个无涯呀？die 呀，就英文说的 die 死了，就是待百战不殆那个殆，那完了你不可能的。这就是他这句话一下子说出了我跟你们今天讲的我的感受，就是这种感受。我觉得我没办法知道那么多，因为生命我太有限了。那么怎么办呢？这个庄子里边就讲了一句话，叫止于其所不知。你呀，不要焦灼，不要老觉得没看够。你也就可以安然了，你并不能知道所有。那么止于你所不知，就是止在这儿，安心在这儿，安定在，我知道多少就是多少，自自然然，我也不会伪装我所不知道的东西。哎，你看，怪不得你从小考试都不好成绩，这关键时刻好就行了。我还真是关键时刻好。我一直就是懒懒散散，在班里就是30多名。为什么考上武汉大学就全国重点呢？就是高考前我知道这玩意儿，集中1个月熬夜，死记硬背，知道吧？一下班里前10名，我们这是重点中学，班里前10名刚好够。我就是你看就是刚刚好，也不过多，也不要贪，就是重点线500分，我就考500分。非常同意，我觉得多考1分都没有用，多考1分都是耍流氓。真的，我觉得多考1分都是什么呢？都是过分的。心机 boy， 你刚教我的。所以什么东西都得恰到好处，就像咱们现在谈话的结尾，恰到好处。哎，谢谢。哎，我们恭喜徐老师啊，恭喜死里逃生，死里逃生。恭喜！哎，这真是劫，不是死里逃生，劫后余生。啊，对，真的。